勇闯国贸 CBD， 结果刚闯就惨遭滑铁卢。曾经在北京高校圈爆火的鹅腿阿姨塌房了。回顾整个事情，让人感觉搞笑又离谱。6月4日，阿姨兴致勃勃发了条朋友圈，宣布即将勇闯国贸 CBD， 把自家大名鼎鼎的烤鹅腿分享给写字楼里的白领们。第一天现场排起了长队，生意火爆。但是买了鹅腿回去的 CBD 精英们发现，这明明就是鸭腿啊！要知道，国贸和中关村是中国收入最高的地方，也是外卖投诉最多的地方。这里的人对价格可能不敏感，但对智商、尊严非常敏感。于是他们反手就把阿姨举报了。阿姨觉得很委屈，她不理解群里的上班精英们干嘛非要刁难自己，于是在国贸鹅腿群里发了一段话，强调小本生意很不容易，顺带也内涵了一下举报者吹毛求疵。群里支持阿姨的粉丝也纷纷发言，指责举报的人太过分了，说阿姨赚钱不容易，别给阿姨添麻烦。还有的说这是嫉妒、小心眼。果然社会还是比校园险恶啊。这番自曝不像自曝，卖惨不像卖惨的解释，进一步戳中了上班族的心理按钮。很快，他们就把这篇不成功的公关文挂上了热搜。然后鹅腿阿姨越来越多前后矛盾的事情也被扒了出来。她曾对媒体标榜自己的工匠精神，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的辛劳。每天早上7点，供销商会把新鲜鹅腿送来她家，她把鹅腿全部清洗，然后改刀。因为洗鹅腿用的是冷水，她的手经过长期浸泡，关节都变形了。但是后来在媒体采访里发现，其实都是冷冻鸭腿。关于是什么时候开始用鸭腿代替鹅腿的回答，阿姨也是改了又改，一会儿说是2023年后，一会儿又说是从刚开始就用了2个月鹅腿。而在此前群里的那篇小告示里，又说断货15年有余。这些前后不一的说辞，让被情怀拿捏多年的老粉们心里满是错付的失落。不少人的关注点也顺势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上，用廉价的鸭腿代替鹅腿。那阿姨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？有没有依法纳税？经管学院的同学做了个分析，预估鹅腿阿姨火了之后，年利润大约有300万。有的认为她早就乘着流量的东风，年入1000万了。也有的猜测，阿姨在北京赚出了一套大别野，毕竟她卖一个腿的就能赚10多块钱，火了之后，她一天能卖700多个腿呢。更夸张的爆料显示，阿姨走红之后已经当上了小老板，她聘了10多个工人，每天帮忙出单。这也从侧面说明这门生意的利润非常可观。不过阿姨儿子否认了这些说法，他告诉记者，目前一个烤鸭腿的利润在5至6元，每天平均可卖500个左右的烤鸭腿，再除去人工、房租等成本，一家人1个月收入在5万元左右。我觉得这个收入在北京算是很普通的，根本不可能年入100万。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他们家，倒也确实没看到同学们想象中的大别墅，只看到他们一家人租住的3层门面房，1层是鹅腿加工区，2、3层就是住人的地方。鹅腿阿姨的丈夫还忍不住对记者倒苦水，感慨大城市生活不易。我家鸭腿品质好，进价就4到5元一个，我们家店面租金20万1年，加上其他成本，定价16元一个，真不算高。我们上半年连房租水电都没挣出来呢。说实话，大家并不是眼皮子浅，看不得阿姨发家致富，只要她足额纳税，诚信经营，哪怕她赚得盆满钵满，开着路虎送烤腿，同学们也没意见。可问题是她并没有做到诚信，所以自然会被信任危机反噬。偏偏这时候所谓的高品质鸭腿又被人扒出疑似有食品安全问题。23年的时候，阿姨说自己没有3证，但用的都是好食材。24年，她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也自信满满地表示自己从来没出过错。然而，很多同学反映，阿姨卖的烤腿会泛绿光。对此，阿姨解释说，鹅腿是用蔬菜汁腌制的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不知道阿姨究竟怎么设计配方的，她的腌料里到底有啥？记者实地走访，也没看到腌料和做蔬菜汁的工具。所以这些问题只能后续等她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了。事已至此，烤腿阿姨昔日的粉丝们很伤心，只觉得当年嬉老连贫的自己宛若一枚小丑。想当年，人民大学为了缓解学生们吃不上烤鹅腿的焦虑，特地在食堂推出15元一个的烤鹅腿。孩子们背地里还吐槽食堂太抠门，怎么就比阿姨便宜1块钱？现在大家才恍然大悟，这些年食堂怕是在贴钱给大家烤货真价实的鹅腿。看着遭遇鸦片战争的莘莘学子，也有人感到释然。比如下面这个300斤的吃货，早在3年前他就怀疑过阿姨的原材料是鸭腿，
事实证明，他的经验之谈还是对的，只是大学生们当年不信他，还以为北京的鹅就是这样的味道。看到这儿，网友总结出来的教训：别相信大学生推荐的美食，只要给的东西多，放料足，大学生啥都觉得好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人确实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饮食偏好，只是校园白月光以这样一种形式崩塌，难免还是会让人伤怀愤怒。